柳如烟，我们离婚吧。啊，还真是讽刺。5年了，我在你眼里就像是空气，就连离婚的这一刻，依旧如此。在这签字吧。柳如烟，等1个月的冷静期过了之后，我就要走了。嗯。柳如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陈凡，你真的要跟如烟离婚吗？伯母，我和如烟在一起只是因为那份报恩契约，现在契约到期了，如烟的白月光也回来了，她很开心，我也该退出了。晚上6点，我和平时一样，给如烟做了她最爱吃的6菜1汤。但这是最后一次。晚上7点，我准时给如烟放洗澡水，并撒上她最爱的玫瑰花瓣。但这是最后一次。晚上8点，我像往常一样在门口放好了拖鞋，但这是最后一次。不过今晚她凌晨才回来。好了好了，我到家了。我今晚玩的超开心的。这么灿烂的笑容，你从未对我笑过。你还吃饭吗？不吃了。可是我做的全是你最爱吃的菜。我在外边跟朋友吃过了。洗澡水也帮你放好了。你要洗澡吗？今天太累了，就不洗了。不，你不是累了，你是在外面跟朋友已经洗过了。你什么意思呀，陈凡？我在外边辛苦工作，都是为了这个家，回来还得受你气。你不关心不体谅我就算了，你还怀疑我？我没有怀疑你，我是用眼睛看到的。如烟，这张绝了，爱了爱了。苏敏房子需要翻修，我就给他开了个酒店，顺便洗了个澡。我不跟你说，是怕你多想。我没有多想，我只是觉得遗憾。我专门为你做好了饭，你没有吃上；我帮你放好了洗澡水，你也没有用上。以后时间不还长着吗？你矫情什么呀？没有以后了，今晚是我最后一次伺候你。你看，你看，说两句又不说话，闷都闷死了。算了算了，我脚疼，关了关子。如烟，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帮你按摩。对，就是那儿。你按的再重点儿。我的腿啊，都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但是你按的太舒服了。要是哪天你忽然不给我按了，估计我都睡不着。这只腿是苏明回国那天，医生，你为了第一眼能见到他，飙车出了车祸才受伤的。苏明，苏明，我彻夜不眠守了你3天3夜，而你却在地盘上喊了9999遍苏明的名字。苏明，苏明。刘如烟，你如愿以偿等到了心上人，我也到了离开的时候。从今往后，我们2个人都可以开始新生活了。哎呀，讨厌！整个海城都知道陈凡爱柳如烟，爱到疯狂。
都以为这段婚姻是柳如烟被我的真情打动。这个陈凡又来了，真讨厌，天天跟个蜜蜂似的围着我姐转，关键还是个臭屌丝，要钱没钱，还没有苏明帅，拿什么跟苏明比？如烟，我愿意付出我的全部，来守护你，给你幸福。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姐，这么重要的事情可不能这么草率的决定。哎，我的戒指！你看我干嘛？你不是想让我姐做你的女朋友吗？那你跳进去捡啊！跳啊！对了，忘记告诉你了，这泳池的供电设备坏了，有点漏电了。瑶瑶，干嘛？姐，我这也是在帮你试试他的真心。陈凡，这小子不要命了呀！舔狗不愧是舔狗。陈凡，你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的？陈凡，我们结婚吧，我会试着爱你。行，那待会儿见。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如烟答应跟我结婚，不过是因为他的白月光发了一条和妻子在极光下深情拥吻的朋友圈。你的白月光回来后，我才明白，伯母交给我的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因为爱情是心动，不是感动。我再怎么对你好，也拨动不了你的心弦。是时候该迈出这一步。你今天想去看日落呀？那就去池月山呀！听说那儿的日落可美了。池月山，日落，那不是之前我们约定好要去的地方吗？如烟，你不是说想看日落吗？我带你去爬池月山吧。我爬遍了全城所有的山头，才发现那儿的日落是最美的。好呀。对不起，你所拨打的用户正忙。对不起，你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我等了你一夜，你都没有出现。后来我才知道，你去国外找苏明了。他说只要我想，他就能抛下一切来陪我。如烟，看完日落很晚了，就不回来了吧？好呀，好呀。那今晚我们就在外面住吧。陈凡，你知道我不爱吃西餐，你今天怎么做这个呀？冰箱里就剩下这些东西了。昨天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顿饭，以后我只做自己的。谁一大早就吃牛排啊？哎，算了算了，你去给我煮碗面吧。面来喽！早上吃点这些清淡的呢，对胃好。吃完了面之后，再把这个红糖水喝了，这样你的肚子就不会那么痛了。陈凡，我的生理期你记得比我都清楚。那当然了，你是我老婆嘛。你吃啊，我去帮你把内裤洗了。陈凡，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啊？我要吃面啊！好好好，我换件衣服就马上出门。刘如烟，我们离婚吧。啊，还真是讽刺。5年了，我在你眼里就像是空气，就连离婚的这一刻，依旧如此。在这签字吧。刘如烟，等1个月的冷静期过了之后，我就要走了。嗯，
柳如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不就是给孤儿院捐款的事吗？这事你前几天已经说过了呀。捐款的字，上星期你就已经签过了。我还有事儿。你果然不在意我，也果然没有听清我说的话。不过也不重要，只有去见真正爱的人，才会这么精心的打扮啊。就这样吧，柳如烟，就这样跟你的白月光好好在一起吧。喂，你提出的龙芯 AI 芯片项目，高层一致认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决定正式成立龙芯研发团队。现在，正式的邀请你加入科学院，担任龙芯项目的首席研究员。不知你是否愿意加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出你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愿意。另外，项目的保密级别是3S， 一旦加入，这3年内将无法与外界取得任何的接触。好，没问题。那很好，1个月以后项目启动。离婚冷静期正好也是1个月。柳如烟，这5年我为了你停下了脚步，以后我要走只属于我自己的路了。老院长，我来看你们了。陈凡，你来了。老院长，我可能要出趟远门，3年都不能回来看你们了。怎么会去那么久啊？我准备加入科学院了。哎呀，这可是好事儿啊！当年你为了柳如烟放弃了科学院的邀请，就在海城随便找了个研究所工作，我一直替你可惜呢。对了，你去那么久，柳如烟能同意吗？我们已经离婚了。哎呀，我早说过，你们这段婚姻走不远。孩子，别难过了，你以后可以好好的为自己活着。不合适的婚姻，离了也好。是啊，离了也好。不说了，院长，我们去看看孩子们。哎，好，走，来走。这些年，为了讨他欢心，精心准备了这么多礼物，可是他连看都没看一眼。这么好的东西，真9块9全卖啦？全卖了。那说好了，可不许反悔。支付宝到账9点9元。哟，果然是穷山沟里出来的人，连点废纸壳子都要拿出来卖。陈凡，你敢不理我？平时都要舔着脸讨好我们，你今天敢无视我？哎，陈凡，你耳朵聋了？我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呢。你有事吗？陈凡，你胆子是不是肥了？你敢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你今天要是不给我道歉，明天我就把你做好的早饭给倒了，洗好的衣服弄脏，擦好地板给……随便，反正这5年里，你不是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吗？陈凡，我告诉你，我姐的白月光回来了，有这个替代品，还不快叫滚蛋了！瑶瑶，别这么说陈先生，他毕竟是你姐夫。我呸！一个软饭男也配当我姐夫？苏明哥，我就实话跟你说吧，我姐啊，这些年她一直对你念念不忘的，她每周都飞过去找你，每天呀都在给你买东西，而且啊隔3差5就在给我打电话，说她很想你。苏明哥，你还不明白我姐的心意吗？只要你开口呀，我姐会立马跟这个废物离婚的。瑶瑶，别说了，陈凡，瑶瑶是乱说的。陈先生，你不要介意啊，瑶瑶她呢，就是心直口快。没关系，我都习惯了。我又没有说错。
陈凡，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我苏明哥的行李提进去。我姐已经答应让我苏明哥住这里了。什么？苏明他刚回国，你也知道他房子要翻修，一直住酒店也不方便。这段时间就让他在家里住几天。如烟，要不我还是走吧。这房子毕竟是你们的新房，我看陈先生好像有点不太开心啊。苏明哥，你管他开不开心呢？他在我们家就是一个负责打扫做饭的保姆佣人。苏明，你就放心住下吧。陈凡他很大度的，他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生气的。我的确不会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苏先生，你就在这里好好住下吧。毕竟这个家迟早都是你的，你的。要不还是算了吧，如烟。我不想因为我影响你们之间的夫妻感情，我还是走吧。不要走，你就放心住下就行。房间啊，我早就给你打扫好了。连房间都准备好了。陈凡，你还愣着干什么？你赶紧把苏明的行李拿上去。我身体不舒服，你们自己搬吧。陈凡，陈凡，累坏了吧？快坐下。渴了吧？喝杯水。哎，陈凡，你快去做饭吧，我们都饿了。哦，对了，苏明他不能吃辣，你记得一定要做清淡一点。做不了。你说什么？什么叫你做不了啊？这5年不都是你做饭的吗？怎么今天就做不了了？陈凡，你今天是怎么了？这是你1天内第2次拒绝我了。这5年里，你从来不这样了吧？是不是因为苏明要来家里住几天，你就因为这个跟我生气了？没有。哎呀，都怪我！你说我一个外人，怎么能让陈先生为我下厨呢？不关你的事儿。陈凡，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我手受伤了，这段时间都不可以碰水。你受伤了？你骗了我那么多次，我用创可贴当借口，不过分吧？你受伤了，为什么不早说呀？存心让我们饿肚子吗？瑶瑶，你别这么说，陈先生也不是故意的。哎，如烟，要不咱们去吃火锅吧？火锅？豪华火锅？如烟，你居然还记得？那当然了，那可是我们读高中最喜欢去的店了，那可是我们的青春呐！哎，陈凡，要不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吧，去换套衣服，我们等你。不好意思啊，我就2套衣服，另外1套洗了，我就不去了。2套？如烟，陈先生怎么才2套衣服呀？我这些年在国外，你少说也给我买了上百套衣服呢。哎呀，陈先生毕竟是你老公，你平时也得多关心一下吧。我平时给他很多钱的，我也不懂他花在哪。钱都给你妹妹了。姐，她一个乡下人，你给她再多钱，她也不舍得买衣服的。算了，穿这套也行吧。那快一起走吧，苏明都饿1天了。走。再坚持一下，你就能彻底自由了。海鲜锅哎，服务员，来个海鲜锅。苏明，我记得你最爱吃海鲜了。如烟，你对我真好。陈凡，你有什么忌口的吗？没有。那就来海鲜锅。他知道苏明喜欢吃海鲜，但却不记得我海鲜过敏。这个。哎，如烟，我小时候真的很调皮吗？当然了，你记不记得你高中的时候，为了来这家火锅店吃火锅，你当时还翻墙逃课？我当然记得了，当时还是咱俩一起翻墙，然后一个不小心啊就给摔了，然后一个不小心啊，咱俩就亲上了。我们的初吻当时就是这么没的。哇，你别说了，当时太糗了。啊，陈先生，不好意思呀，不是我们故意忽视，只是当时那段记忆你没有参与。陈凡，你也吃啊？实在不好意思，先生，您没事吧？没事，没事。你的胳膊烫伤好严重，要赶紧去医院。陈凡怎么样？痛不痛？要不要去医院？苏明哥。
伤的好重啊！如烟，我没事了，快送陈先生去医院，我没事。哎呀，怎么没事啊，苏明哥？你平时破一点点皮都要疼一天的。姐，别愣着了，赶紧送苏明哥去医院啊！如烟，不用管我，快送陈先生去医院。陈凡，苏明从小皮肤就敏感怕疼，这离医院也不远，要不你自己打车去医院？走，苏明，快！哎，什么人呢？就不能你送医院呢？他救他的白月光都来不及，怎么会管我这个替身？每天都要记得按时擦药，不然会留疤的，记住吗？啊，知道了。小心点。这柳小姐对苏先生可真好，就滴了几滴火锅油，包下了整个楼层的病房啊！是啊，要是我能遇到这么贴心的女强人，让我倒插门的事。别想了，这种好女人万年难得一遇。把重伤的老公丢下，去照顾轻伤的白月光，她的确是万年难得一遇。陈凡，柳如烟，真是没想到你竟然还能挤出点时间过来看看我。陈凡，听王妈说昨晚你没回家，你是不是又在生苏明的气啊？你都多大人了，还这么幼稚，玩离家出走呢？我都跟你说了，苏明从小皮肤就敏感，不来医院他会疼死的。有没有可能我被烫伤了，昨晚在医院接受治疗？陈凡，我还不清楚你吗？你天天在家洗衣服做饭，不也天天擦伤烫伤的？擦点药就好了，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啊？苏明他不一样，他从小就没吃过一点苦，你就不能体谅一点吗？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我跟你离婚，去成全你和苏明，这还不够体谅，还不够大度吗？陈凡，你够了！你如果真的爱我，你就不应该怀疑我呀。那你爱我吗？你是我老公，我如果不喜欢你，我怎么可能嫁给你呢？这5年里，我对你说了无数次我爱你，但是你连一次都没有回应过我，因为你根本不爱我。也好，也算是给我们这5年一个交代吧。陈凡，你没完了是吧？哎，如烟，你进来帮我一下，我拉链卡住了。原来你在陪他上厕所呀？我还以为你是挤出一点时间专门来看我还真是自作多情。陈凡，我回去吧，别让人家等着急了。陈凡，你别多想，我和苏明只是青梅竹马，他对我来说就像亲人一样。那我先帮苏明去弄下拉链，你不准多想啊。老头子，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呢？我以为只要足够努力，我们就能白头到老，但事实证明我错了。爱是强求不来的。喂，陈凡，龙芯项目需要做一些前期准备，你现在来一趟上京的研发基地。好的，没问题。对了，你要离家3年这件事，跟你老婆说了吗？说不说都一样啊，我们已经离婚了。离婚？陈凡，你在说什么呢？我们什么时候离婚了？我在问你话呢。陈凡，你为什么要和别人说我们离婚了？没错啊，我们确实已经离婚了。陈凡，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我没有开玩笑，离婚协议是你自己签的字。陈凡，你如果再闹，我就真的跟你生气了。我说的是真的，我们真的已经离婚了。你不信就去。如烟，你跟陈凡不要吵了，都是我的错。苏明，你怎么出来了？怎么样，还疼不疼？陈凡，如烟主动帮我拉拉链的事情，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我们从小都是青梅竹马，小时候总是一起洗澡，没事了。你老婆的皮肤又白又滑。
我没事儿。先生，请交出手机。这龙兴计划可是我们大夏国的千年大计、百年大计，所以我们在座的全体的科研人员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它开发出来。王老师，师官，你来了，太好，太好！同志们，我向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陈凡可是我们的首席研究员。接下来将由他带领着我们大家完成龙兴计划的前期准备工作，大家欢迎！陈凡，3天以后，龙兴项目将会正式启动，你回去好好的收拾收拾，我们等待着你的加入。王老师。这马上就是除夕了，正好可以回家好好的过个年。老师，你也是，提前祝您新年快乐，新年快乐。128个，柳如烟竟然给我打了这么多电话。喂，陈凡，你滚到哪里去了？你知不知道我姐找你都找疯了？柳如烟找我，找疯了。先生，您可算是回来了。这段日子您不在家，家里全乱套了。是啊，我们做的每件事情，夫人都不满意，每天都要发火。这段时间家里都换了20几个厨师了，做的菜不是咸了就是淡了，全被换掉了。原来是少了我的照顾，不习惯了。别担心，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行了，去忙吧。你这些天都去哪了？你还知道回来啊？临时有个工作，出差了。出差？你们研究所又赚不了几个钱，还用出差？下次再让你出差，你直接不去，直接离职。好，为了你，我舍弃了科学院的工作，但这一次，我要拼尽所有，完成自己的梦想。陈凡，那天苏明整个手臂都缠着绷带，实在是不方便，我才帮他拉链的。还有，我和苏明，我们俩从小就在一块洗澡，只不过是帮忙拉个拉链而已，你不要多想。这种醋真的没必要吃，而且苏明的新家已经翻修好了，他都已经搬出去了。你能理解就好。好了，陈凡，我都饿了，你去帮我煮碗面吧。你做的面啊，最好吃了，谁也比不过你。你是不是忘了我的手受伤了？都这么久了，还没好吗？这样，那好吧，我再忍忍，过2天再吃。我给你准备了礼物，这段时间我忙着照顾苏明，都没有时间关心你。这是补偿，也是新年礼。这么贵重，你不喜欢吗？这块表很贵的，我花了好多心思才让助理去拍卖会拍下的。你要是不喜欢，那我把它拿去送给苏明了，你可别后悔。苏明哥，要我说，我姐这么喜欢你，你就不应该搬出去。哇，姐，苏明哥前几天刚跟我们提过，他喜欢这款手表，没想到你居然就买下来了。以前的新年礼不是只有大年30才送的吗？哎呀，苏明哥，肯定是我姐迫不及待想看到你高兴呗。哎，也给陈先生送新年礼了吗？苏明哥，你说什么呢？我姐啊，跟他结婚5年，可是一次新年礼啊都没有给他送过呢。这个世界上只有苏明哥你能收到我姐的新年礼，是不是啊，姐？老婆，这是今年的新年礼，你看看喜欢吗？老婆，那我的新年礼呢？明年。哦，老婆，这是我专门给你准备的新年礼，你看看喜欢吗？老婆，今天我会有新年礼吗？
太忙了，忘了，明年吧。老婆，给你新年礼。老婆，今年我总该有新年礼了吧？明年一定给你准备。刘如烟，今年你终于兑现了承诺，送了我新年礼物，但也只是走了个过程。既然这是柳如烟专门送给你的，那你就把它收下吧。从前都不敢奢望的新年礼，现在我也不需要。谢谢如烟啊，当然也要谢谢陈先生。不介意只有我这个青梅竹马能收到如烟送的心意。是的，我是真的不介意。陈凡，哎，如烟，你帮我戴上，看看好不好看？今天就是除夕了，过完这个年，我就彻底离开。陈凡，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高定西装，今晚你陪我去参加除夕宴。我不喜欢热闹，我就不去了。你怎么能不去呢？除夕夜也是团圆宴，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的。妈也会去的。妈，离开前和伯母告个别吧。好，我去。早就听说有位神秘富豪一掷千金拍下了这块手表，没想到是如烟啦。苏明，如烟真的好爱你啊！这块手表可是刚从苏富比拍卖会拍下的，全球限量，象征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爱。对呀，苏明哥，这世上怕是没有人能比我姐更爱你了。你们别这么说，毕竟陈先生才是如烟的老公嘛。啊，陈先生，你不要生气啊，这个婚姻和爱情它不是一回事儿。我没有生气，我跟他们的想法一样，我觉得你跟我老婆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又玩欲擒故纵这一套，陈凡，像你这样的底层平民，怎么可能甘心离开我姐这样的女强人啊？我姐是你这辈子唯一能跻身上流社会的机会，打死我都不信你能放得下我姐，你装给谁看呢你？好了，瑶瑶，别说了。瑶瑶说的对，柳如烟只爱苏明，这事儿在我们上学那会儿就都传遍了。苏明，还记得咱们读书那会儿，如烟天天陪你上下学，你课桌里那些果冻、巧克力啊什么的，全都是如烟悄悄塞给你的。好了，别说了。哦，还有啊，你们之前吵架，你好几天都不理如烟，你不知道，如烟哭了3天3夜，眼睛里全是红血丝，看着都让人心疼。哦，对对对，苏明哥，之前我姐知道你闪婚了，她整个人都垮了。后来又知道你离婚了，心情不好，她每周都飞过去看你，还给你买各种各样的礼物，就是想让你开心。苏明哥，我姐对你的爱真的是比海还深，比天还高呢。现在反正你也离婚了，干脆啊，在一起得啦。哎，对对对，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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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们的眼里，只有苏明才能配得上你。陈凡，他们都是开玩笑的，你别多想。我没有多想，他们把我当猴耍，尽情的嘲笑侮辱。你倒好，一句话都不帮我说。也对，他们说的都是实话，你当然没法反驳了，因为你打心底里也认为我配不上你。陈凡，我去陪陪妈。陈凡，陈凡，这些年你受苦了。我原本以为你对如烟这5年的付出会让她爱上你，可没关系的，伯母，是因为您的资助，我大学才可以毕业。这5年的报恩契约，就算是对您的报答了。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你对如烟这5年的付出，不单单是因为契约，而是你真的爱上了她。陈凡，我对你的资助不足以让你对如烟掏心掏肺，可是你为了让她开心，甚至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你对如烟的这份感情，我都是看在眼里的。如果没有苏明，我真的很想让你做我一辈子的女婿。没关系的，伯母，都过去了。
这张卡里有1000万，你拿着，密码是你跟如烟的生日。不，伯母，这我不能收。5年啊，人的一辈子有多少个5年可以浪费？这是你应得的。而且，如烟以后嫁给了苏明，知道你拿了这1000万，她的心里也会好受一点。将来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尽管开口。伯母，我只有一个小请求。是什么？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告诉如烟我的下落，还有契约的事情。你要离开的事情到现在都还没有跟他说呢。没有。陈凡，你要不要跟如烟好好说说？我能跟他说什么呢？说我永远不回来了，说我当初接近他是故意的，还是说这5年我疯狂的对他好，只是为了报恩？我说不出口。伯母，我现在就只想尽快离开。离开？陈凡，你要去哪儿？啊，没什么，这里太吵了，我想让陈凡送我回去呢。原来是这样吗？马上都0点了，我们一起去切蛋糕。不了，我先回去了。走吧，陈凡，我们一起去切蛋糕。不了，你那些朋友都不太喜欢我，你跟苏敏一起去吧。为什么让我去找他啊？为什么？你不是干所有事情都希望跟苏明在一起吗？陈凡，你又在吃醋对不对？还是因为上次在火锅店，我送苏明去了医院，没送你去。我保证，如果再有一次，我一定第一个送你去医院。没关系的，你别多想。我让你去找苏明，是因为你们关系好，切个蛋糕而已，没什么的。原来是这样，那我先去切蛋糕，晚点我们一起回家。苏明，哇，好浪漫啊，好像在切婚礼蛋糕。陈凡，我手机没电了，你来拍一张。孙俪，你帮我拍就好了。是啊，陈凡毕竟是如烟的老公，让他给我们拍这种照片，会不会很难为他呀？不为难。姐，苏明哥，快亲一个！亲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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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一个。陈凡，你太厉害了，把我姐跟苏明哥拍的这么般配。陈凡，好样的！哇，我快看哭了，这么多年了。哭粉？别在我这儿哭。陈凡，你说的什么混账话呀？我们说的有错吗？我早就告诉过你了，我姐心里爱的是苏明哥，她跟你在一起不过是想借你来疗伤罢了。对，现在苏明回国了，你就该识相点滚蛋，别像个哈巴狗一样赖着如烟不放，穿都这么丢脸。没错，陈凡，你自己是什么货色，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穷狗还想爬到上流社会，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呢。要不是我苏明哥出了国，你以为你这种人能傍得上我姐？我劝你啊，赶紧滚回你的狗窝去，我们这里的上流社会的局不适合你。啊！让开！你这臭脸摆给谁看呢？说你两句还不乐意了，你都站着如烟5年光阴了，你还想怎么样啊？就是，你5年的大好时光，5年的上等人生活，都是托了我苏明哥的福，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你？陈凡，你怎么样？瑶瑶，你干嘛？干嘛呀？我就开个玩笑，一点玩笑都开不起。陈凡，你还是个男人吗？一点小事你装什么装啊？就是。
陈凡，你流血了，走，我带你去医院。哎呀，胃疼！苏明疼得直打滚了，如烟，你快带苏明去医院啊！姐，你快来看看苏明哥，他快不行了。陈凡，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苏明有胃病，一疼就是一整天，而你又习惯了照顾他，是吧？那没关系，你快去照顾苏明吧，带他去看医生。那你呢？我没事儿，我皮糙肉厚的，只是摔了一跤，我自己可以处理。陈凡，那我待会儿再来看你，以后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苏明，你怎么样了？走，我带你去医院。我保证，如果再有一次，我一定第一个送你去医院。想不到我们的最后一面这么讽刺，柳如烟，做不到的事以后就不要说出口了。陈凡，你都头破血流了，我姐啊，还不是一样丢下你走了？要点脸，赶紧跟我姐分手！对，赶紧跟如烟分手。如你们所愿，我跟柳如烟已经离婚了，再也不见柳如烟。那我姐让我给你带的药，真不知道我姐是怎么想的，不好好的守在苏明哥身边，还要担心你这个废物。我不需要。你提着行李箱去哪儿啊？我要走了。你要走了？如你所愿，我退出了，给你的苏明哥让位。陈凡，你别装了，你那么爱我姐，当初死皮赖脸的都想要娶我姐，现在怎么可能主动离开？啊，我知道了，又是欲擒故纵，对不对？你说你都离家出走多少回了？我告诉你啊，你这招对我姐没用。离婚协议我已经放在桌子上了。什么？陈凡，你到底要去哪儿？你还回不回来啊？不回了，永远都不回了。我陈凡，以后要过只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为了如烟，我丢掉了自己的梦想，放弃了自己的前途，也丢掉了自己。5年来，我努力做好一个贤夫，兢兢业业操持的家务，却没有得到一丝尊重，没有一点自我。这么压抑的生活，我过了整整5年，终于，我可以为自己活了。陈凡，我回来了，你给我准备一套干净的衣服，再帮我煮个排骨汤，老规矩别放香菜啊。陈凡，陈凡，夫人，先生呢？先生他没在家，一定又是吃醋了。行了，我知道了。陈凡，你在哪儿呀？你多大了，还玩离家出走呢？陈凡，你幼不幼稚呀？我命令你，你赶紧给我滚回来！陈凡，我都跟你说过了，我和苏明没什么，你老是爱多想。陈凡，我都说了这么多了，你还跟我玩这套是吧？行，你回来，我一定会让你好好跪搓衣板，让你好好反省反省。离婚协议书，陈凡要和我离婚，这怎么可能？这是我的亲笔签名，这怎么可能呢？是那天。柳如烟，我们离婚吧。
啊，在这儿签字吧。啊。柳如烟，等1个月的冷静期过了之后，我就要走了。嗯，不可能，那么爱我，爱到可以为我自杀，爱到可以为我去死，他怎么舍得和我离婚呢？而且我已经丢下他这么多次，他都没有生过气。我知道，肯定又是在吃苏明的醋，用这套欲擒故纵的把戏吸引我的注意力。3天，最多3天，陈凡就会自己回来。毕竟他爱我如命。妈妈，去给我收拾几套干净的衣服。陈凡，等我照顾完苏明，再回来好好收拾。这搓衣板你是规定。苏明哥，你的胃病终于好了，快多吃点好的补补。嗯，谢谢你，瑶瑶。哎呀，谁做的粥啊，这么难喝？陈凡呢？陈凡去哪儿了？哎，赶紧叫陈凡重新给我们做一碗。先生这几天一直都没有回来。姐，你什么时候给苏明哥名分？我可是盼着苏明哥当我姐夫好多年了。你说什么？哎呀，你跟苏明哥天生一对，早就该在一起了。更何况那个陈凡不是跟你离婚了吗？你怎么知道陈凡和我离婚？上次你让我给他送药的时候，刚好碰到他离开，他自己说的呀。如烟，反正你也不喜欢陈凡，他主动离开，对你们来说也是一种解脱。这个陈凡居然真的敢跟我离婚，他怎么敢的？这些年我真是把他惯我无法无天了。王妈，你现在立刻给陈凡打电话，让他马上回来。夫人，我之前给先生打过电话了，但是打不通。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陈凡居然注销了手机号，他到底想干什么？不行！哎，姐，你去哪儿啊？陈凡，该死！果然呀，如烟心里面已经有了你的位置。院长，柳小姐，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院长，你知不知道陈凡去哪儿了？你跟陈凡结了5年的婚，你都不知道他去哪儿，我又怎么会知道他去哪儿？院长，陈凡他太不懂事儿了，他不仅签下离婚协议书，还把电话注销了，甚至现在还玩起了失踪。既然他想离开你，你就让他去吧。啊！你不了解他，陈凡他很爱我，他不会走，他更不会舍得丢下我一个人。他就是吃醋了，他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呢。喂，妈。如烟，你回家一趟，妈有事跟你说。如烟呐，你现在跟陈凡已经离婚了，是不是得考虑一下跟苏明结婚的事儿？妈，我没有答应和陈凡离婚。可你们的离婚证都已经下了。陈凡要和我离婚？我不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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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信！如烟，你怎么回事啊？当初你死都要嫁给苏明，现在你恢复单身了，可以嫁给他了，你又不高兴了？妈，我承认苏明是我的白月光，我以前是很喜欢他，但现在陈凡才是我的老公，而且我没有答应和陈凡离婚，只要我不答应，那就不算离婚。如烟呐，你不会是爱上陈凡了吧？妈，您在说什么呢？陈凡是我老公，我不爱他，我爱谁啊？
如言，不，你不能爱上陈凡的。妈，您是不是也想说陈凡他配不上我？如果婚姻只是看谁配不配得上谁，那这世上那些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的爱情呢？我以前也不敢确定，但我现在100%的确定，我爱陈凡，陈凡也爱我。他一定是吃醋了才会这样的。我一定要去找陈凡问清楚。哎，如言，如言，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了陈凡跟你结婚是因为报完契约的事儿，你该怎么办呢？夫人，你已经喝了2瓶红酒了，你不能再喝了。王妈，你就别管我了。以前都是陈凡不让我喝酒，现在他跟我离婚了，人也消失了，都不管我了。我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就算是喝到死，那也是我的自由。夫人，如果先生知道他的离开会让你这么难受，他肯定不会离家出走的。是，他明明那么爱我，怎么能不辞而别呢？姐，你错了，陈凡他就是个穷狗，是个孤儿，他怎么可能会真心爱你啊？如烟，为了那个废物自暴自弃不值得，你值得更好的人和更好的生活。你们住嘴！陈凡是我老公，我不允许你们这么说他。姐，你看，这就是证据。陈凡从公司的账户里偷偷支走了1000万，他来我们家当赘婿是为了钱，故意拆散你跟苏明哥是为了钱，就连对你的好也都是为了钱。这个陈凡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支走了公司整整1000万呢。他就是个眼里只有钱的垃圾、蛀虫、白眼狼。这不可能，他不是这样的人。姐，你别再天真了，知人知面不知心。他接近你，他就是为了钱。现在他拿到钱了，当然要迫不及待的离开你了。如烟，我知道你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但事实就摆在你面前。陈凡那种人不值得你为他伤心。不行，我要去找陈凡，就算是跑遍天涯海角，我也要去当面找他说清楚，问清楚。找他？你知道他在哪儿吗？他早就拿着钱跑路了，他怎么可能会让你找到他？没错，姐，你找不到陈凡的。不过我跟苏明哥已经报警了。报警？没错，警察很快就会把他抓回来。对，这1000万足以让那个白眼狼把牢主坐穿。陈凡，你真的是爱钱如命的白眼狼吗？夫人，我认为先生不是贪财的人，这就是证据。我检查过先生的衣柜，他能穿的冬衣只有2套，他全都收拾带走了。他要是真的这么有钱，还会在意2套破衣服吗？他真的只有2套衣服？当然是真的，我从来没有见先生买过新衣服。不过，先生最喜欢的这套睡衣，他没有拿走。先生最喜欢这套睡衣了，每天晚上都会穿着它睡觉，已经穿了4年了。就是开了线，他也不舍得扔掉，自己缝好了继续穿。老婆，这是你给我们新买的情侣睡衣吗？不是我买的，是我们公司新发布的新款，送给我试穿一下。一看就是高级货，我穿起来感觉特别舒服。你喜欢就留着穿吧。谢谢老婆，这是你第一次给我送礼物，我一定会穿到老的。我随手送的礼物，
他都这么珍惜，连一头开了线的生意都不舍得扔，这样的成分真的只爱钱不爱我吗？不对啊，我每个月都给他2、3万的零用钱，他都花哪儿去了？夫人，你没有发现屋里少了什么吗？少了什么？少了先生买给你的礼物。如烟，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你喜欢吗？喜欢，放那吧。好，那就这个吧。亲爱的如烟宝贝，你看这只小熊可爱不可爱呀？可爱可爱，我现在在忙，你自己玩啊。哎，李总，那我们待会儿见。如烟，这是我排了好久的队给你买的限量款香水，你快试试好不好闻？我喜欢果香，不喜欢木香。你放那吧，等我香薰。哦，好。尽管来期望，期望带来失望的恶心事。陈凡，原来你为我花了这么多的心思，我却一点都没有在意。陈凡，你果然是爱我，可是你怎么舍得跟我离婚呢？我妈，这里的陈设一点都不能变，先生迟早会回来的。就算是翻遍海城，我也一定要把他找回来。1年的高强度工作，终于换来了龙芯芯片的重大突破。虽然累，但值得。好啊，好，陈凡，这次龙芯项目取得重大的突破，你可是功不可没呀！王老师，这些都是团队共同的努力，我呢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哎呀，这1年呐，你担心节律，平均每天只睡4个小时左右，这样长期下去，你的身体可是吃不消了。我决定给你放个长假，好好的休息1个月。王老师，这龙芯计划正处于关键时期，我放心不下呀。这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呐！我意已决，这最少也得10天，没得商量。好吧，10天就10天。哼，这还差不多。哦，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谢琴。你见过的，是高级的研究员，也是我的侄女。这次你们在上街，就好好的逛一逛吧。好。Hello， 陈首席，这10天就让我当你的导游吧。啊，那麻烦你了。陈首席，其实我是你的小迷妹，能跟你在一起相处这10天，我超开心的。在外面，你直接称呼我名字就可以。真的可以吗？那我可叫了，陈凡。接下来的这10天，我们就住望京大酒店，怎么样？望京大酒店会不会让你太破费了？你帮我找一间民宿就可以了。我可是谢家大小姐，这望京大酒店是我家旗下的产业，不花钱的。可是，哎呀，你就别可是了，我都已经安排好了，绝对是整个上京逼格最高的总统套房。那恭敬不如从命。啊，嘿嘿。陈凡，姐，你怎么了？看到陈凡了？没什么，我看错了吧？也是，你要是能看到陈凡，那才有鬼了呢。这都1年了，警察都没有找到陈凡的下落。我看他呀，8成是拿着1000万跑到国外去了。或许吧。哼，那种人啊，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如烟，你也别太伤心了，还有我跟瑶瑶呢，我们呀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谢谢你们。哦，对了，如烟。这次来上京呢，主要就是带你来散散心。明天晚上，谢氏集团会在望京大酒店举办慈善晚宴，我这儿呀正好有几张邀请函，到时候带你去玩玩。哇，谢氏集团，哎，
是那个富可敌国的谢氏集团吗？哎呀，我听说他们又有钱又有实力，那个传说中的龙芯芯片的项目运作好像就给到他们了。哎，苏明哥，你是怎么拿到邀请函的呀？当然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正式进入谢氏集团工作了。哇，苏明哥，你太厉害了吧！你居然能在谢氏集团工作，你简直是我的偶像呀！小意思嘛。哦，对了，明天晚上呀，谢家大小姐会亲自参加呢。传说中的谢大小姐，哎呀，听说呀，她又漂亮又有实力，我要是能认识她就好了。哎，苏明哥，你到时候帮我引荐一荐好不好？啊，没问题，包在哥身上。该死，我哪有资格见谢大小姐啊？我连她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姐，你怎么不兴奋啊？我现在只想找到陈凡。姐，我知道你想拿回1000万，不过你别担心，我相信早晚会找到那个白眼狼的。今天晚上呀，咱们就先在这住一晚，明天晚上我带你们去参加慈善晚宴，好好热闹热闹。哇塞，这酒店好高档啊！哎，你们看这绿植，看这装饰，我感觉我现在的呼吸里啊都是高大上的味道。这家酒店呀，可是谢氏集团的产业，据听说是董事长送给谢大小姐18岁的成人礼。哇，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参加明天的晚宴了。哎呀，真希望能够亲眼见一见这谢家大小姐。陈凡，不是陈凡，我一定是太想了。姐，你怎么了？没事，看错了。走吧。已经1年了，我找遍了海城的每个角落，也没找到你。陈凡，你到底去哪？秀明，你喝醉了，这是我房间。哦，如烟，我要你，我要跟你在一起。苏明，你清醒一点，我们现在只是朋友。朋友？为什么呀？你明明一直爱着我的呀。苏明，那都是以前的事了，感情的事勉强不来。你现在记下。陈凡，那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拜拜。拜拜。陈凡，陈凡，陈凡，真的是你，陈凡，陈凡，我错了，是我这个老婆做的不到位，是我太不珍惜你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跟我回家吧。陈凡，你怎么不说话呀？你有事吗？陈凡，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整整1年，你现在什么态度呀？我不需要你找我，我也不可能跟你回去。陈凡，你够了，也不要再用冷暴力来吸引我的注意力。我知道我错了，我都已经和你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呀，我就是不想再和你有任何的瓜葛。是不是因为刚才那个女人？刚刚那个女人和你什么关系？为什么会从你的房间里出来？你是不是被富婆包养？不可理喻！陈凡，你们果然有一腿，难怪你要和我离婚。原来你早就找好了下家。我这个富婆养不起你，需要别的富婆养你。陈凡，你可真够贱的。柳如烟，你把手松开，我要睡觉。你要睡觉？你要跟谁睡觉？你要跟刚刚那富婆睡觉吗？陈凡，你真是个混蛋！你这么做，你对得起我吗？柳如烟，我们已经离婚了。离婚？我没有同意离婚，离婚协议是你骗我签的。柳如烟，我不是没问过你，但是你懒得看一眼就直接签字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不想离婚了，我说不离就不离。我命令你，现在就跟我回家。柳如烟，
以前那个任你摆布、任你呼唤的陈凡已经死了，你走吧。你不跟我走是吧？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叫警察抓你？你偷走我公司1000万的事早就报案了，抓住你，你就等着牢底坐穿吧。柳如烟，谁告诉你我偷了你公司的1000万？哦，不用想也知道，柳瑶和苏明是吧？他们说什么你都信，反正我是没有拿过公司的1分钱。你要想报警你就报警吧。行，陈凡，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吗？我真报警了，你别后悔。要说后悔，我跟你结婚才是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决定。陈凡，你给我开门！给我开门！你听见没有？明明就是你对不起我，你连道歉都不和我说，你还要赶我走，你凭什么呀？你给我等着，我现在就报警！我现在就报警，把你抓起来！陈凡，苏明哥，快醒醒，出大事了！苏明哥，什么呀瑶瑶？我看见陈凡了。你说什么？你看见陈凡了？他在哪儿啊？就在隔壁套房，他还被一个富豪给包养了呢。哎呀，那不是很好吗？陈凡这个下贱的穷逼啊，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像如烟这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这回心里面肯定能放下他。可是我感觉姐姐有点放心不下陈凡啊。哎，不如我们立刻报警，把他扔进大牢里，一了百了。可那1000万是阿姨给陈凡的，万一到时候阿姨出面作证，我就不信我妈到时候会大义灭亲，她肯定会站在我们这边的。好，就按你说的办。不过要在警察来之前，我要先去教训一下陈凡。不过就是我的一个替身而已，竟然真的在如烟心里面占据了一席之地。今天我不打动他的双腿，我就出不了这口恶气。就是，让他欺负我姐，必须狠狠教训他一顿。陈凡，你个穷屌丝，没想到吧？咱们又见面了。苏明，你来干什么呀？干什么？当然是来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你不过就是我的替身而已，他如烟心里面竟然真的有了你的一席之地，你让我很生气呀。我已经跟柳如烟离婚了，你没有必要再这样针对我吧？离婚？整个海城谁不知道？你陈凡爱柳如烟爱到死，你口中的离婚不过就是你欲擒故纵的手段罢了。大家都是男人，别以为你能骗得了我。我已经成全你和柳如烟了，你还想怎么样啊？成全？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也配提成全？你就是地沟里的老鼠，连给我和如烟前脚都不配。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苏敏，你不要得寸进尺。哎呦，得寸进尺！哎，我今天就是要得寸进尺了，你能把我怎么着啊？啊？你说你要本事没本事，要背景没背景，你就是个穷屌丝。你一个我的替身而已，还敢跟我叫板？今天你就算是跪下来求饶都没用，你的双腿必须断！给我上！住手！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动不了陈凡一下。你到底要干什么？给我狠狠的教训他！哎，我可是谢氏集团苏总，你敢在谢氏集团的地盘打我，你就等死吧！苏总，在我眼里啊，屁都不是。打他！哎呦，别打你！别打你！够了，简单教训一下就行了。苏明，我在最后警告你一次，不要再来招惹我，我不会跟你抢柳如烟的。陈凡，别以为有富婆罩着你，你就可以嚣张了。你给我等着！陈凡，要不要我去警告一下你前妻，省得她没完没了的打扰你？这你都知道？身为你的迷妹，你的事情我肯定都知道。好，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处理。这儿太闷了，我想去花园去逛逛。那我让保镖跟着你。不用，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好吧。
你这个下三滥，你居然敢打我苏明哥！姐，你一定要为苏明哥做主。陈凡，你对苏明做了什么？如烟，他下手太狠了，他让富婆的保镖打了我整整10分钟，差点没把我打死。陈凡，你恶不恶心啊？你还说你和那个富婆没关系，我真是看错你了。是他带人来找我麻烦，我只是正当防卫。陈凡，你睁眼说瞎话！你偷了我们家1000万，我苏明哥好心劝你自首，你这个白眼狼，不但不领情，还让富婆的保镖打我苏明哥。陈凡，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的大度去哪儿了？是不是因为那个富婆？是不是因为你要在那个富婆面前逞威风，所以才打的苏明？柳如烟，我们好歹做了这么多年的夫妻了，同床共枕。我就这么不值得你相信吗？哪怕只有一次。如烟，我们是青梅竹马，从小你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不会骗你的。苏明，我相信你，陈凡一定是被那个富婆迷了心窍，所以才对你下了狠手。柳如烟，我就知道你永远只会相信你这个白月光说的话，永远只会站在他那边。陈凡，是不是那个富婆给你的底气和勇气啊，让你一直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命令你，现在立刻给苏明道歉！你让我给他道歉？你脑子进水了吧？你说什么？你骂我？你居然敢骂我？你以前从来都不会骂我的。陈凡，你变了，你变得我都不认识了。姐，跟他没什么好说的，我已经报警了，他就等着被抓吧他。陈凡，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在警察来之前，你如果能低头向苏明认错，然后离开那个富婆，你所做的所有错事，我都可以网开一面。不需要，我哪儿都不会去，我等着你们来抓我。陈凡，你为什么就不能道个歉，好好认个错？我真的会给你一个机会。哎，如烟，咱们赶紧走吧，陈凡的事情就交给警察来处理，我们还要去参加慈善晚宴呢。陈凡，你回来了，走一走有没有心情好一点？陈凡，这个送给你，希望你能开心。这是满天星的荣誉国表，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这个是我爷爷的手表，你不是说我爷爷是你的偶像吗？这个送给你，留作纪念。不是，这个真的太贵重了，我不能收的。我爷爷是老一代的科学先锋，他们那一代人生活在战火纷飞中，目睹了国家的厄运，人民的苦难，知道落后就会挨打。只有像你这样的国之栋梁，才能继承我爷爷那一代人的意志。爷爷要是知道这块表是送给你的，也会很欣慰的。但是我……哎呀，没有但是，你如果不要的话，那我就……不，我收还不行吗？我收，别扔啊！这才对嘛，我给你戴上。来，陈凡，你戴这块表真好看。陈凡，其实送你这块表，我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私心。啊？我爷爷说，如果将来我遇到了喜欢的人，就把它送给他。啊，谢谢你这我。哎呀，我逗你的，瞧给你紧张的。陈凡，柳如烟瞎了眼，不珍惜你，我谢钱一定不离不弃，迟早捂热你被冰封的心。这场慈善晚宴好高端啊！哎，也不知道那谢大小姐长什么样子。是个大美人，而且还才华横溢。哎，我听说呀，她现在正在参加龙芯项目。你是说网上炒得火热，那个据说能够让我国的芯片技术弯道超车，实现芯片科技自立自强的龙芯项目？没错，就是她。谢家大小姐也能参加龙芯项目？看来这谢家大小姐不仅家世好，人长得漂亮，也很有能力。我突然也对这谢家大小姐开始好奇了。哇，好漂亮啊！她身上的礼服是香奈儿最新高定，价值好几百万。她到底是谁呀？这么有牌面？陈凡，她旁边那个美女是谁啊？陈凡，你竟然带着富婆堂而皇之出现在这种场合！陈凡，你无耻！你竟然做鸭都做到慈善晚宴来了！你谁呀你？说话放干净点。你谁啊你？你拽什么拽？
我姐说的没错呀，这种场合是你们这种人能来的地方吗？哦，那是哪种人能来啊？当然是我们这种上流人士了。上流人士？你们算哪个牌子的上流人士？那也比你身边的这个二手货强啊！你这么喜欢别人不要的二手货，我看你身上的这个礼服也是二手货吧？哎，大家快来看啊！这个富婆呀，包养个小白脸也不嫌害臊。柳瑶，你把嘴闭上！你心脏，看什么东西都是脏的。怎么，才说你金主娘娘2句你就不高兴了？也对，你以前对我也不比对她差。为了挣钱，不丢人。柳如烟，你诋毁我不要紧，但是你不可以诋毁晴晴。晴晴，你居然还叫她叫得这么亲切？你们2个到底睡过几次才能叫得这么亲切？柳如烟，你嘴巴放干净点，信不就抽你啊！抽我！你倒是抽我呀！你自己不辞而别，然后和别的女人搞到一块儿，你还有脸抽我？你倒是抽我呀！你也觉得自己理亏吧？我今天才看透了你，苏敏和瑶瑶说的没错，你就是底层的贱民，为了钱，你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柳如烟是吧？你自己眼盲心瞎，就不要怪陈凡离开你。你不要的陈凡，我要。你不爱的陈凡，我爱。陈凡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清楚的多。陈凡还能是什么人啊？他就是个屌丝，是下三滥。他骗女人、偷钱、打人，坏事都被他做绝了。搞什么呢？这是谢氏集团的慈善晚宴，不是菜市场。张总，你也来了？你谁呀？我苏明啊，你忘了？你部门那个。小苏啊，经常给你点咖啡那个小苏。苏明啊，我记得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吵？张总，还不是因为他傍上了这个富婆就无法无天了。您悄悄给我打的。张总，您可能为我做主啊！敢在谢氏集团慈善晚宴闹事儿，想死啊？保安，把他给我抓起来！我看谁敢！你他妈又是谁呀？啊！敢在谢氏集团的地盘上闹事儿！你管我是谁？你又是哪根葱啊？听好了，我叫张超。哦，小超是吧？小超，他妈最讨厌别人这么叫我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谢家大小姐，没人敢这么叫我。可惜我连谢大小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你们都听好了。张总可是谢氏集团的高管，今天这个慈善晚宴就是由张总全权负责的。谢氏集团高管很牛吗？你信不信我说出我的身份来吓死你？哎呦喂，你以为你是什么身份呀？啊，你不就是包养陈凡的小富婆吗？张总，你看这个女人仗着家里面有点破钱就乱搞，竟然把她包养的小白脸带到这么高端的慈善晚宴上，简直就是狂妄至极。什么？敢在我们谢氏集团头上拉屎，你是不是嚣张过了呀？我就嚣张了，你能拿我怎么样？这样吧，小妞，我给你一个从良的机会，把这个小白脸甩了，跟我。跟你？是啊，跟我，凭我呼风唤雨的能力。不仅能让你在商业上更上一层楼，还能保证你背后的家族飞黄腾达。就凭你啊，还不配？嘿，张总想跟你谈恋爱，那是看得起你，你别给脸不要脸。就是别不识抬举。那我要是不从，怎么样？软的不行，那我只能来硬的了。小超啊，你说你作为谢氏集团的高管，却敢以权谋私，就不怕被开除吗？老子是谢氏集团的老员工，谢氏集团倒了，老子都不会倒。你还敢威胁我？信不信我一句话让你家族破产？你以为谢氏集团是你家的后花园吗？再敢嚣张，会死得很难看的。妈的，你还敢不敢再嚣张一点？敢不敢报上你的名来？那你可给我听好了，我叫谢琴。谢琴，你是我们谢氏集团的大小姐？什么？她是谢大小姐？什
什么？芊芊，我签了保密协议，身份不能曝光，你稍微低调一点。我明白了。哎呀，跟你开玩笑的。你看你吓傻的那个熊样，我还以为你多有种呢。你敢欺骗我？你敢耍张总？妈的，什么垃圾蛋这么能装？张总，我实在忍不下去了。保安，保安呢？把这个女的给我抓起来，一起送进监狱。等等，刘如烟，我不想把事情闹大，你帮我说一句话，咱们大事化小，到此结束。你求我，陈凡，你现在为了这个女人，你竟然低三下四来求我，你刚才的嚣张哪去了？现在为了你的金主娘娘，不敢了？柳如烟，我没跟你闹，我认真的。我也没跟你闹，陈凡。我昨天求你跟我回去，你竟然拒绝我，害得我在酒店哭了一宿。你今天更是变本加厉的嚣张。你现在因为担心你的金主娘娘，你现在知道来求我了。陈凡，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爱上这个女人了？柳如烟，我到底怎么样跟你说，你才能明白啊？我明白，我太明白了。陈凡，你非得要这样气我，那我也要让你不好受。你现在立刻扇你这个富婆一巴掌，说不定我能为你求情。不可能，柳如烟，你听我一句劝吧，就到此为止。其实我也是在为你好，他不是你们能得罪的。为什么就得罪不起？就是因为他是你的心尖宠吗？你越是这么护着他，我就越要打他。柳如烟，你别闹了！你现在为了这个女人，你为了她，你居然推我！如果你知道她身份的话，你会感谢我推你的。你陈凡，你敢推我姐？我看谁敢动陈凡一下！你敢打我，我打死你！我够了！你竟然打我！我从小到大，我妈都没有打过我，你凭什么打我呀你？姐，你给我做主！陈凡，你怎么能打瑶瑶呢？她可是你的小姨子。她是苏明的小姨子，不是我的。张总，他们敢在慈善晚宴上打我未来的小姨子，这就是不把谢氏集团放在眼里，必须严惩。保安，快来，把这两个混账玩意给我抓起来！陈凡，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如果执迷不悟，你别怪我真和你翻脸了。执迷不悟的是你，陈凡，你他妈的到底在装什么呀？啊！你敢打瑶瑶一个巴掌，我今天必定百倍奉还。今天谁敢动陈凡一下，我会让他后悔一辈子。哎呦喂，你吓唬谁呢？你以为你穿一身冒牌货，你就以为自己是什么角色了？瑶瑶，别管他，赶紧动手！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们后悔。把他给我按起来！陈凡，放开，放开他！等等，这块表，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可是却想不起来了。张琛，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这是块什么表，就知道本姑娘是你们惹不起的存在。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那块表？没错，这就是传说中的那块表。你们装模作样还装上瘾了，我现在就来拆穿你们！张总，我是奢侈品专家，我来帮你看看这是什么表。张总，我鉴定完了，这块表啊不属于任何的奢侈品牌，它就是块地摊货。地摊货呀！哎呀，你说你啊，包养个小白脸也不舍得花点钱送人家点真东西。你看看我苏明哥手腕上的表，那可是我姐送的呢，价值500万。瑶瑶，他陈凡怎么能跟我比呢？他怎么能跟你姐比呢？依我看呀，他就不是什么富婆，那就是个穷显摆的婊子。对，有句话说得好呀，叫婊子配狗，天长地久。闭嘴！你快点把表还给我！这块表在我眼里比苏明那块要强10000倍。不都是表吗？你这块烂表要比苏明那块表强在哪儿呢？当然是因为这块表是我送给陈凡的定情信物。陈凡，你什么意思？苏明那块表
当初是我买来送给你，你自己看不上没要，现在人家送你一块烂表，你却当个宝。如烟，你什么意思呀？你说这块表是你要送给陈凡的？陈凡当时是我老公，我送他一块表怎么了？是他没要，我才给你的。去他妈的！妈的，我收到的礼物竟然是陈凡不要的！哎，苏明哥，你别生气，他这么看重这块破表，我现在就摔碎它，给你出气。住手！陈凡，你抓疼我了，放开！六瑶，把表还给我。凭什么？凭什么？就凭我这5年来对你掏心掏肺、包容你、忍让你。你生病的时候，我3天3夜不合眼的照顾你；你成绩下滑，我没日没夜的陪你熬夜复习。有一群小混混欺负你，是我第一个冲上去保护你。我左手都被打得粉碎性骨折了，这些够不够啊？我又没有逼你，那是你自愿的。是啊，是我自己愿意的，我也不要求你回报。但是这块表在我眼里意义非凡，看在我平日里待你不薄的份上，把表还给我好吗？陈凡，他送给你的东西，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重要，很重要吗？很重要。既然你这么想要这块破表，行啊，那你跪下来给我们道歉，我就把这块破表还给你。姐，你看着陈凡对那富婆也不是真心的吗？为了这块表，我可以。为了这块表，我可以低头。陈凡，你说什么？你下跪也可以吗？可以。陈凡，你为了一块地摊货，你竟然要下跪！你现在为了吃上一口软饭，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吗？只要能把表还给我，尊严算什么？那你跪呀！你先把表还给我。你先跪！你先把表还给我！陈凡，你怎么这么多废话？你赶紧下跪道歉，不然我就把这块烂表给摔了。除非你先把表给我，我不信你。你不信？你凭什么不信啊？因为你骗过我。你上学的时候说你姐给你的零用钱不够，我把我每个月的生活费都全部给你。你答应过我会一辈子认我当姐夫，可是柳瑶，你食言了。瑶瑶，陈凡说的都是真的吗？难怪他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原来都是你把他的钱花了。陈凡，你还算是男人吗？你说了你要帮我保密的，你竟然出卖我！我让你出卖我！小贱人，你给我等着！我要把你送进监狱，让你把牢底坐穿！你吓唬我，就凭你？这是满天星的荣誉国表，完了，我死定了，死定了！保安，把这个婊子赶紧给我抓起来，然后报警！对，赶紧把他们都抓起来，关进监狱里！我尼玛！我说的是抓你这个婊子，动起来！郑总，您什么意思呀？你怎么突然变卦了？您不能以为他长得好看，你就可以骗到他呀！这个贱人摔坏了这块表，就等着进监狱吧，而且是一辈子。张总，难道这块表很昂贵吗？瑶瑶年纪轻不懂事，大不了我们赔钱就是，100万够不够？100万不够，那就200万；200万不够，那就300万。我们柳家出得起。就是，不就是一块破表吗？我姐有的是钱，赔给你们就是了。你们柳家能拿得出多少钱？10个亿？100个亿？张总，你开什么玩笑啊？什么表也不可能这么贵啊！是啊，张总，您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呀？啊，如烟是有钱，但是你也不能狮子大开口啊！我告诉你们，现在根本不是钱可以解决的问题了。他摔的不是表，是国家的荣耀，是国家的尊严。张总，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了。这是一块满天星的荣誉国表，是国家奖励给个人的至高荣誉。这块表的背后承载着无数科研人员的汗水和牺牲，也代表着国家对他们的肯定和褒奖。它不仅仅是一块表，更是国家精神的象征。你们现在还觉得这件事情可以靠钱摆平吗？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啊？这是国表。姐，你救救我！我还年轻，我还没有谈男朋友呢，我都没有生孩子，我大好人生才刚开始呢，我不能坐牢啊！这个牢你坐定了，天皇老子都帮不了你。我说的。陈凡，对不起，是瑶瑶年纪轻不懂事，你帮我给瑶瑶求求情。现在知道服软了？你刚才的嚣张劲儿去哪了？你不是说陈凡偷了你1000万吗？我告诉你，这块价值连城的手表是我求着陈凡收下他才收下的。陈凡是视金钱如粪土的人中之龙，他离开你是对的，因为你打心底里就没看得起陈凡。你现在还好意思来找他求情？你都不嫌害臊吗你？我知道，我都知道，如果陈凡是真的图钱，正常起诉离婚的话，得到的何止是千万。陈凡，其实我早就想明白了，我是看见你和这个富婆在一起，我才失去了理智。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这样的爱，我消受不起。陈凡，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知道你的心里一定还有我。瑶瑶是我妹妹，也是你小姨子，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她进监狱吧？陈凡，你要是不愿意救瑶瑶，我给你跪下也行。不用了，芊芊，这件事情不宜闹大。你看，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这次就饶了他。要是有下次，绝对轻饶。谢谢，谢谢。陈凡，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只要我一服软，你就心疼了。陈凡，我们单独聊聊吧。说吧，想聊什么呀？陈凡，你到底为什么要和我离婚？不喜欢了，就分开。你骗人！我从来不骗人，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像你。不像我。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别人，我以为我只要足够努力就可以感动你，但是直到苏梅回来之后，我才意识到，感情不是靠努力就能赢来的。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管是3年、5年还是10年都没有用。我累了，我不想再继续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陈凡。我承认，我一开始是想利用你忘记苏明，但是我发现，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时光里，我早就已经爱上你了。那不是爱，柳如烟，你只是习惯了我对你的照顾，习惯了我每天跟你说早安晚安，习惯了我对你付出的一切，就像习惯空气一样，虽然看不见，但离不开。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的，陈凡。我知道了，你是因为苏明，是因为他你才冷淡我的，对吗？你吃醋，那是因为你心里还有我呀。柳如烟，我到底要怎么样跟你说，你才够明白啊？陈凡，如果我和苏明断绝一切的关系，是不是就能够证明我的真心？我们之间的问题根本就不是苏明，是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放手吧，柳如烟，我们不可能了，别再互相折磨了。我不信，我不信，你就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了。这是你第一次主动亲我，也是最后一次。迟来的深情比草还贱，柳如烟，我对你真的已经没有感觉了。5年，我们在一起整整5年，陈凡，你真的能说放下就放下吗？5年，那好，柳如烟，我问你，我跟你在一起的这5年里，我们一起出去旅游过多少次？你说你不喜欢出门，但是和苏明游遍了大江南北。我问你，你会知道苏明的所有喜好，会知道他不爱吃海鲜，可是你知道吗？我海鲜过敏，
陈凡，我再问你，如果你真的爱我，又怎么会当着我的面去亲苏明？还是应了那句老话，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陈凡，够了，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对不起。我不需要你的道歉。苏明的出现，把我这5年的付出和等待都变成了一个笑话。你一直把我当做苏明的影子，但是我不做任何人的替身，我陈凡就是独一无二的陈凡。柳如烟，看在我喜欢了你5年的份上，放过我好吗？我不信，陈凡，你还是爱我的，我能感受到的。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我们太久没有上床了，对不对？我们上个床，明天就好了。都说了，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我们这一觉明早就好了。柳如烟，你冷静一点行吗？冷静不了，陈凡，我不要和你离婚，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陈凡，我为你放下了所有的骄傲和自尊。那个富婆能做的，我也能做到，我甚至能比她做得更好。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让我不去工作，我就不工作；你让我伺候你，我就好好伺候你。我只要和你不离婚，我不要和你离婚。我求求你，陈凡，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柳如烟，柳如烟，如果我告诉你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一份报恩契约呢？你又在胡说八道。什么报恩契约？你这个理由很烂的，你知不知道？报恩契约？不可能，不可能的！当年苏明出国结婚，你整日酗酒，伯母怕你想不开自杀，所以才让我帮你走出来的。所以这5年里，你对我所有的好，都是因为契约。是。这5年来，你对我所有的好，都是因为报恩吗？是。从伯母让我在报恩契约上签字之后，我们之间就只有报恩。我也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所以在签完字之后，我马上准备了一份离婚协议。难道你就没有试着真的去爱过我吗？从来没有。不管是以前、现在还是将来，我都没有，也不会爱上你。我们之间只有报恩。我不信，你所对我做的一切呢？你送我的礼物呢？难道这些不是你对我的爱吗？啊，你是说那些礼品吗？我都已经卖给废品站了。那你为了跟我求婚，不顾性命跳下泳池，难道这也是假的吗？刘如烟，你好好看一下协议上的文字。1年之内，不计后果，死缠烂打，软磨硬泡，追上柳如烟，对柳如烟有求必应，言听计从，随叫随到，绝无怨言。为柳如烟学习烹饪，每一道菜必须色香味俱全，让她满意。每一年都要为柳如烟准备新年礼，可以不贵，但必须用心。柳如烟，你听清楚了，不管是以前、现在还是将来，我都没有，也不会爱上你。你我之间只有恩情，没有爱情。这份的不爱我，你说不爱我，这份的真的不爱我。陈凡，你终于出来了，怎么样啊？聊了这么久，没什么，终于结束了。
谢大小姐。现在终于知道我是谁了。知道了，小的有眼无珠，不识真凤，惹怒谢大小姐了。你惹怒的不是我，是陈凡。说吧，你想怎么处置这个家伙？我的身份处于保密阶段，不能够节外生枝。你的身份一旦暴露，我担心我也会被查出来。今晚的事情，想办法找个理由圆过去吧。听到了吗？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把事情给我做好了。是，小的一定做好。还有，警察到了，说要把陈先生带走调查。陈凡，龙兴项目只剩2年了，不如就借这个机会说你入狱了，省得那个柳如烟再来纠缠你。好的。姐，你别哭了，是不是陈凡欺负你了？该死！那女的到底是谁呀？这么嚣张！哎喂，张总。好，哎呀，洋洋，你猜怎么着啊？张总跟我说呀，他闹了个乌龙，那个手表呀是赝品。我就说嘛，那女的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富婆呀。啊，对了，咱们前脚刚走啊，后面警察就到了。陈凡因为盗窃柳家1000万，被捕入狱了。哎呀，我就说嘛，他装什么逼呀？现在还不是沦为阶下囚了？喂，刘总，我打听到陈凡的事情了。快说，怎么样了？陈凡已经认罪伏法，最少也要判10年有期徒刑。不行，你赶紧再打听一下，如果我这个原告撤诉的话，陈凡是不是就不用坐牢了？不许撤诉！妈，我不想让陈凡坐牢，我要去救他。你如果救了陈凡，就会害了自己的妹妹。你说什么？那1000万是瑶瑶跟苏明贼人陷害的。果然是他们冤枉的陈凡。不行，妈，我要去救陈凡，我不能让他蒙受不白之冤，受这样的委屈。你给我冷静点！我知道你后悔，你后悔到要死，但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难道你要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妹妹进监狱吗？都怪我！如果当初不是我强行把那1000万给陈凡的话，你说什么？那1000万是你强行给陈凡的，陈凡他根本就不想收。而且我还打听到陈凡把那1000万都捐给了慈善机构。是，结婚这5年，陈凡从来没有主动开口问我要过1分钱，对这个家里尽心尽责，他又怎么可能偷钱？我都做了些什么呀？如果我能相信陈凡，哪怕只有这一次相信陈凡，就不会这样了。陈凡，无论多久，我都能等你出来。同志们，龙兴项目大功告成。陈凡，你可是国之骄傲，民族之光啊！王老师，龙兴项目的成功是每一位科研人员的辛勤付出和无数个日夜的努力换来的，这个荣誉属于在座的每一个人。陈凡，你太谦虚了，是你带领你的团队，克服了重重的困难，才创造了这个不可能的奇迹呀！是啊，陈首席，没有你就没有我们龙兴项目的今天，大家说是不是啊？不，以后要成为陈凡为陈院士。恭喜你，陈凡成为我大夏科学院成立以来最年轻的院士。谢谢老师。陈院士，恭喜恭喜！这第一批龙芯芯片将由我谢氏集团生产，明晚在望京大酒店会举办100亿合同的签约宴，我希望你能代表龙芯项目组亲自来参加。这不好吧？还是让老师去吧。陈凡，
为了龙芯项目的保密性，你的身份可是隐藏了整整的3年了。现在龙芯项目大功告成，你也应该让大家认识认识你这个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了。你是我们大家的骄傲啊！这次签约仪式可是面向全球直播，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看见，好好的鼓励他们积极向上，成为祖国的栋梁。好的，老师。太好了，陈凡，那我现在去给你买一套高定西装，等着。陈凡，人家谢贤对你的心意，你也是看在眼里，这什么时候答应人家？喂，明天的签约仪式上，让苏明代表谢氏集团与陈院士签约。苏明、柳如烟、柳瑶，我要让你们看清楚，你们曾经看不起、曾经奚落的人，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存在。苏明哥，这2年我被我姐赶到国外留学，我过得可苦了。如烟这2年对我也极其的冷淡，都是那个陈凡害的，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你们又在聊啥？如烟，这次谢氏集团和龙芯项目的100亿签约宴上，你知道谁是主角吧？我知道，苏明哥，我看新闻了，是那个龙芯项目的陈院士，民族之光无双博士。错，是我，苏明。苏明哥，你为什么这么说啊？谢氏集团派我去和陈院士签约，你说我不是绝对的主角吗？什么？苏明哥，你居然能跟陈院士同框，你太厉害了吧！而且这份荣耀啊，是陈院士指定我为唯一的签约人。什么？苏明哥，你居然能认识陈院士这样的大人物？当时我也觉得莫名其妙，后来我打听了一下，我妈那边有个姓陈的亲戚，正好在龙芯项目参加工作。这论起关系来，陈院士还得叫我一声表哥呢。你竟然是陈院士的表哥？那我们赶紧走吧。苏明哥，到时候你可一定要介绍我们认识一下，陈院士可是我的偶像。小事儿，你们先去吧。陈凡今天提前出狱，我要去接他。什么意思呀？你要带他一起去？如烟，这都3年了，你还是忘不掉他吗？忘不掉。如烟，就算他没有投那1000万，那他也是个废物，你怎么就忘不掉了呢？如烟，我知道你是在气我骗你，所以才故意来气我。那当初我跟瑶瑶故意陷害陈凡，那也是为了帮你出气啊！你就别再跟我们怄气了。是啊，姐，我们知道错了，你别用我们的错误去惩罚你自己啊！再说了，陈凡那样的废物根本就不值得你这么做，你的良配只能是苏明哥。是啊，如烟，我即将站在金字塔的顶尖吹风，只有我才能带给你幸福。算了，和你们说了，你们也不会明白。我欠陈凡的实在是太多了，我一定要去接他的。苏总真是年轻有为啊，居然能代表谢氏集团和陈院士签约。是啊，这次宴会啊，除了陈院士之外，苏总您可是唯一的主角啊！哎呀，哪里，只是那位陈院士看得起我而已。说起那位陈院士，年纪轻轻就担任起3S 项目的总负责人，真想一睹他的容颜呐！是啊，那保密工作呀做得特好。哎呀，也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是啊。哟，这不是废物陈凡吗？怎么刚从监狱里出来就迫不及待来找我姐啊？我可告诉你，我姐才不会理你呢。离我远点，我没兴趣跟你们说话。哎呦，还装上了呀？啊，你信不信我还能再把你送进监狱啊？陈凡，看见了没有啊？我这个表价值800万，你现在偷了我的表。苏明，你不要太过分了。还嘴硬啊！我说是你偷的，就是你偷的，怕了吧？怕了就给我跪下，叫声爷爷。你要是不跪，我就重新把你送回监狱。陈凡，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我只给你3秒钟时间考虑。这陈凡真是倒霉，刚出狱就又被栽赃。就是，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还想跟苏总斗。这年头
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力和地位。3、2、1，时间到！保镖，保镖呢？我看谁敢！你们知道我是谁吗？这好像是科学院的专属工作证啊！难道他也是龙芯项目的参与者？龙芯项目研究出的龙芯芯片，在国际上都是遥遥领先的呀！是啊，科学院的研究员都参加了，他们都是英雄啊！苏明，不要以为自己当了个高管就可以这么嚣张，想找我麻烦，你还得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份。啊！我的前姐夫竟然参与了龙芯项目！苏明哥，陈凡这么厉害，我们不会被打击报复吧？怎么办？我好害怕呀！不想倒霉的话，就立刻给我离开。你也配？去死吧你！这个瑶瑶逗你玩呢，你还以为你真的把她给骗到了呀？啊！你说你在监狱里面被关了2年，怎么可能参加龙芯项目？陈凡，你既然敢冒充国家英雄，你就等着在监狱里面待一辈子吧！把他给我抓起来！住手！住手！姐，这个陈凡胆大包天，他居然敢冒充科学院的研究员。苏明哥正准备收拾他呢。住嘴！我都看见了，明明是你和苏明先为难陈帆的。姐，你怎么帮着陈凡说话呀？我是你妹妹啊！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嚣张跋扈，蛮不讲理。我把你送去国外2年，你就不知道好好反思一下吗？我反思什么呀？我又没有做错。陈凡在我们家的时候，把你这个小姨子当亲妹妹一样对待，你却处处为难她。她因为你们入狱2年，现在好不容易出来了，你们却想要再把她送进去。你们自己摸摸自己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如烟，你先别生气嘛。陈凡踏进监狱，那是他自己犯了错，关我们什么事儿啊？陈凡是因为什么入狱2年，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总之，以后不许再找陈凡的麻烦，而且现在马上向他道歉，否则我再也不理你们了。他们的道歉我不稀罕，你也不用自责，因为这2年我根本就没有进过监狱。你没有进过监狱，陈凡，是我对不起你。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想说该进监狱的人不是你，我明白，的确不该是你。你所受的委屈我都知道，你放心，以后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和你马上复婚，以后换我来照顾你。你说什么？如烟，你疯了吗？你竟然跟这个废物复婚？那我呢？我算什么呀？姐，你说什么呢？能配得上你的只有苏明哥呀！只有门当户对的婚姻才会幸福的。你好不容易摆脱了陈凡，现在又想跳入苦海吗？你跟陈凡的婚姻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他不过是苏明哥的替身而已。我从来不觉得我和陈凡的婚姻是苦海，而且陈凡不是任何人的替身。陈凡，以前是我错了，我没有好好珍惜你，但以后不会了，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对你。我们复婚之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做个善解人意、相夫教子的好老婆。陈凡，我警告你，柳如烟是我的，你要是敢答应复婚，我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是不是以为你只要说出复婚，我就能跟你乖乖回柳家，继续做你们看不起的柳家上门女婿？陈凡，我知道你很难原谅我，但你所受的所有的委屈，我会用我的一生来好好弥补你。行了，你不用再说了，我根本就没有进过监狱，至于弥补，我也不需要。陈凡，进监狱而已，不丢人的。我还是会和以前一样爱你，不，我会比以前更爱你。柳如烟，你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的。原本我不想跟你解释太多，但是今天的这个签约仪式至关重要，
至于我到底有没有进过监狱，你看一下这张工作证你就知道了。你说你就是龙芯项目的负责人，带领芯片行业崛起，遥遥领先发达国家的无双国士。姐，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没什么不可能的。我让你们以为我认罪伏法被关进了监狱，是因为当时我的身份需要被保密，不想节外生枝而已。陈凡，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如假包换。我打扮这么漂亮，就是为了认识我的偶像陈凡。陈凡就是我的偶像，就是我心心念念的人中之龙。可是陈凡是偶像的话，那我不就不能嫁给我的偶像了吗？那是可以考虑让他重新做回我的姐夫。陈凡，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厉害，我真的很为你高兴。这样我们复婚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嘲讽你是上门女婿了。我的老公是人中之龙，是无双国士。柳瑶、苏敏，你们立刻向陈凡道歉。陈凡心地善良，一定不会和你们计较。我听姐姐的。瑶瑶，如烟是因为放不下这个废物，所以才被他给骗的。你怎么也跟着犯傻了？依我看呀，这个证件肯定是假的。谁敢冒充陈院士？找死吗？张总，就是陈凡胆敢冒充国士，这是死罪。2年前，他就用一块破表把你给忽悠了，你肯定没有忘记。今天他又故技重施了，这次你一定不能放过他。就是啊，张总，我偶像可是民族之光无双国士，他敢冒充我偶像，必须严惩。张总，还愣着干什么呢？赶紧好好的教训这个冒牌货呀！苏明，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必把事情做这么绝呢？张总，你这是在怕什么呢？啊，你该不会是又被他给唬住了吧？张总啊，你应该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陈院士呀。对，我已经知道谁是陈院士了。张总，既然你知道谁是陈院士，那你倒是说说，这个陈凡是不是在冒充啊？张总，你说吧，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陈凡，他不是陈院士。张总，你说我不是陈院士？小姐之前特别交代，要亲自帮陈院士出气，我可不能瞎叫。如烟，看到了没有啊？啊，陈凡死性不改，他就是个让人恶心的骗子。陈凡，你真的又在骗我吗？刘如烟，你要我怎么回答你呢？怀疑一旦产生，罪名就已经成立了，真相已经就不重要了。妈的，哎，你是不是演戏演的自己都信了呀？啊，张总，还磨叽什么呢？赶紧派人把他拿下呀！苏明，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张总，我告诉你，我苏明现在已经不同往日，我能代表谢氏与陈院士签下100亿合同，下一步我就会高升成为你的领导。我现在让你办这么点小事，你都推三阻四的，你什么意思呀？苏明，老话说得好，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我是为你好而已。张超，你再敢嚣张，信不信我让这个高管立马下岗？苏明，你随便你了，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要赶紧派小姐过来，万一陈院士被打了，麻烦就大了。姐，你看到了吧？连张总都怕我苏明哥。苏明哥啊，真是太厉害了，我越来越崇拜他了。他将来啊，要是成为我姐夫，我睡觉都能笑醒的。如烟，你现在呢已经看清楚陈凡的真面目了，你等着，我这就让人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一定为你把这口气给出了。苏明，给我个面子，放过陈凡。
好啊，我给你这个面子。陈凡，你现在滚过来给我跪下，磕2个响头，然后再从我裤底下钻过去，我呢就答应放过你，怎么样？你配吗？陈凡，你都原形毕露了，还在这里装模作样，你知不知道国事不可辱？你现在的罪名，进去坐牢一辈子都别想出来。我苏明哥愿意放你一马，你还不赶紧改过带德，跪下来！如烟，你也看到了，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是他自己非要找死，那我就只能成全他了。苏明，我不管陈凡是不是在冒充国师，我请你高抬贵手，行吗？我愿意帮陈凡下跪。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只要你能放过陈凡，我愿意帮他向你跪下。宁如烟，睁大你的眼睛，就看清楚了，我苏明才是你的青梅竹马，你爱的人应该是我。你现在竟然为了这么一个废物给我跪下，你是疯了吗？啊，柳如烟，我告诉你，你越是护着他，我就越是要弄死他，给我把他的双腿打断，我要让他在我面前跪着，跪到死。住手！你不能这么对他。苏明，我一再忍让，你在我这儿没完没了的，真当我没脾气是吧？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现在立刻从我面前滚开，我可以既往不咎；要不然的话，绝不罢休。绝不罢休？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绝不罢休。你个废物，竟然敢打我！陈凡，你找死啊！敢打我苏明哥！你个废物，你敢打我！刘如烟，你看看，这就是你爱护的那个好妹妹，和你喜欢了这么多年的白月光，真是无耻下作的2个蠢货。陈凡，是他们不对，但你不应该动手打人啊！苏明，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前，都是你招惹不起的对象。你赶紧走，这里交给我，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再进监狱的。走，签约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主角哪有离场的道理？你就是包养陈凡的那个富婆？我还以为陈凡进了监狱，你们就断了。你来这儿干什么？陈凡跟你说过的话，你是一句也不信。我从来都没有包养过陈凡，你不要自以为是的编排故事。我不管你是谁，陈凡都用不着你帮忙，有我在，苏明就伤不了陈凡。陈凡还用不着你帮忙，有我，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也要废了陈凡。妈的，竟然敢打我巴掌！你欠揍，我不打你，我打谁呀？哎，你们看啊，你们看，简直是狂妄至极！竟然不把我放在眼里，那就是不把谢氏集团放在眼里，甚至是不把陈院士放在眼里，还敢叫嚣，简直就是找死！就是，他太嚣张了，赶紧把他抓起来！要是冲撞了我的偶像，你们谁负得起责任？你的偶像已经被你冲撞了。什么？我偶像来了？我偶像在哪儿啊？在哪儿啊？他就是你的偶像。哎，你没睡醒吧你？陈凡冒充我偶像的事情，早就已经盖棺定论了。哦，谁帮你盖棺定论的？张总说的，张总的话不可能有假。大小姐，确实是我说的。张总，你叫她什么？她就是谢氏集团的大小姐谢晴。她竟然就是谢晴？她是大小姐？这不可能啊！张总，你之前不是跟我说她不是大小姐吗？大小姐低调，嘱咐我不要传出去的。你把我害死了你！知道怕了，晚了。不对，就算你是谢晴又如何啊？别以为我会怕你，没了我，这上千亿的合约就得泡汤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你笑什么？苏明，我在笑你蠢呢。陈院士是因为小姐有过交代，不能轻易曝光您的身份，我之前这才说了谎，请您见谅。不可能，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分明是秦院士钦点我苏明成为100亿合同的
唯一签约人。他陈凡是我的情敌，怎么可能提拔我？是我故意给你的假消息，我就是要让你们看看，你们眼中看不起的陈凡，是你们多么高攀不起的存在。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可是陈凡他又没有本事，还是我柳家的上门女婿，他怎么可能是陈院士？我不相信他有这么大的能耐。陈院士的身份还轮不到你个蠢货来质疑。陈凡为了龙兴项目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你们两个有眼无珠、不可救药的混蛋，却换着法儿的羞辱他，是可忍，孰不可忍？苏明，你被开除了，还有你们苏家，今天也会破产。大小姐，这都是误会，都是误会。误会啊，对，都是误会，都是因为柳阳，都是他蛊惑我，所以我才处处针对陈凡的。苏明哥，你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蛊惑你的？我呸！一口一个苏明哥，苏明哥的，恶不恶心啊你？是你最坏了，天天在我面前说陈凡的坏话。要不是因为你，没准我跟陈凡还能成为好朋友呢。苏明，你算什么男人？这也能怪到我头上你？苏明，苏明，你干什么？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你怎么能什么事都往我妹妹身上推呢？大小姐，我该死，我该死！陈凡，我该死！你们大人有大量，就放我一马吧，好不好？我求求你们了。我说过，晚了。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但请不要开除我，不要让我家破人亡呀！哎呀，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真的做错了。你不是知道自己要错了，你是知道自己死了。我发誓，我真的知道错了。陈凡，我再也不跟你抢如烟了。你可以打我，狠狠的打我，那是我荣幸。打我！还愣着干嘛？把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给我丢出去！保安，把他给我丢出去！如烟，如烟，救我！如烟，你不是为了陈凡可以跪下给我磕头吗？那你现在也为了我跪下给陈凡磕头？能救我的只有你了，如烟，你快跪下磕头呀！苏明，做男人就应该骨气一点。我愿意为陈凡下跪，那是因为我爱他，他值得。再说，这件事本身就是你的错呀！如烟，救我！如烟，救我！姐夫，姐夫，我知道错了，我求你原谅我吧。姐夫，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是我狗眼看人低，但是我姐是爱你的，哎，我可以证明的，我姐跟苏明是清白的。姐夫，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给我姐还有我一次机会吧。你回来继续做我姐的老公，继续做我的姐夫，我们一家人幸福的过一辈子吧。心不是一天凉的，是我的付出被你们当做理所当然，一步一步把我们逼成今天这个地步的。姐夫，这也不能全怪我呀，要怪就怪这个社会太现实了，无能就是原罪。我只是做了所有小姨子都会做的一件事情，想让我姐更幸福。姐夫，而且你这么低调，我也不知道你这么厉害。要是我早知道，我把你供起来都来不及，我肯定不会刁难你的。姐夫，你别不说话嘛，要不这样吧，换我伺候你，只要你回来，换我给你洗内裤，我给你和我姐当全职保姆都行。刘洋，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这个当姐夫的如果不回头，是不是显得特别不知好歹啊？真的，姐夫，我就知道你最好了。姐，看我说的没错吧？只要咱们真诚一点，姐夫肯定舍不得咱们的。等等，想让我回去做你姐夫，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之前栽赃我1000万的事情，咱们得是有个了断吧？这样，你去派出所自己去自首，只要你能做得到，我就可以继续回去当你姐夫，当柳家的上门女婿，怎么样？姐夫，你开什么玩笑呢？你觉得我这个样子是在开玩笑吗？我就知道你做不到，所以就不要再强人所难了。我是绝不会再回柳家，再给你当姐夫的。姐，陈凡太欺负人了，我这么年轻，我怎么能去蹲大牢呢？小杨，从小到大，都是因为我和妈把你惯成这样，让你养成这种嚣张跋扈、不知好歹的性格。所以，我打算
把你送进监狱，好好反省。姐，你说什么呢？我是你妹妹啊！我也是为了你的将来好。你出来以后好好做人，姐永远等你。好一个大义灭亲呀！好，我成全你，把他给我送去警局。保安，不要，姐夫，姐夫救我！不要，我错了，姐夫，你救救我！姐夫，陈凡，我现在已经大义灭亲，把瑶瑶送进监狱，你是不是应该言而有信，跟我复婚了？不好意思啊，我骗你的。陈凡，你骗我？你怎么能骗我呢？刘如烟，你骗了我无数次，我只骗了你一次，这很公平吧？陈凡，我都说了，只是普通朋友聚会，苏明还没回国。我都已经看到你们朋友圈的合照了，他已经回国了，你为什么要骗我？哎呀，我只是怕你误会嘛。我在公司加班呢，我今晚就不回家吃饭了。你回头看看，陈凡，苏明刚回国，没带什么衣服，我带他来添置几件新衣服，你别多想啊。我不跟你去看日落，真的是因为太忙了，没有时间。你和苏明去了马尔代夫，苏明去国外取点东西，顺道旅个游，怎么了？陈凡，你能不能别总是疑神疑鬼的，行吗？刘如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啊？你每一次骗我，我都会像一个傻子一样的相信你。你以为我是真的相信你吗？你错了，我只是不愿意揭穿你。刘如烟，你打心底里看不起我，认为我只是一个愿意攀高枝的穷小子，所以我在家里面只能唯命是从。哪怕你骗我，哪怕你和别的男人勾三搭四，我也只能做一个双瞎子的老公。刘如烟，你每一次骗我，我的心都疼得厉害。这次该轮到你了，就是不知道你的心会不会跟我一样疼啊？陈凡，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改，我统统改，我们复婚吧。刘如烟，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好聚好散呢？我和你离婚，你不应该是最开心的那一个吗？不是这样的，和你离婚，我并没有感到开心，我每一天都过得很煎熬。一开始是我放不下面子，我对你说狠话，我凶你，我趾高气扬，那都是因为我想要吸引你的注意力，可我心里不是这么想的。我真的很后悔，我后悔当初说了那么多的狠话，我后悔当初骗你，我后悔当初伤害你，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周凡，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一定会全心全意爱你。刘如烟，我们真的不可能了，好吗？不是这样的，陈凡，你和我离婚，完全是因为报恩协议到期了。我知道，我能感受到的，你还是爱我的。你生气，你不理我，就是因为你还在意我。陈凡，你就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好不好？你好好想一想，如果没有那个报恩协议，没有苏明，我们还会不会在一起？就从你对别的男人念念不忘这么多年来看，我们注定也是没有结果的。就算这一切没有发生，
我们还是不会走到一起。作为一个妻子，你有真正的了解过我吗？你不知道我的忌口，不知道我的电话，不知道给我送礼物，从始至终你就没有在意过我。我是可有可无的，柳如烟，你把我当了5年的空气。不是这样的，陈凡，我心里是有你的，我是喜欢你的。那是因为我拼命对你好过5年，我爱了你5年。你对我的突然离开感到不习惯，这不是真正的喜欢。不是这样的，陈凡，我是真的喜欢你。什么是真正的喜欢呀？真正的喜欢是从一至终，真心换真心，能够清楚地记得我的每一件事情。在你决定和我白头偕老的时候，就会把一切不确定我们的因素全部铲除。维护我，相信我，听我解释，在产生误会的时候，不会没有长嘴吗？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会第一时间站在我身边，毫不犹豫地选择我。柳如烟，我问你，这一件事情你有哪件做到了？对不起，陈凡，是我错了，只是我一直都被我的家里娇生惯养，被呵护着。我一直想着别人怎么爱我，我不懂怎么去爱别人，都是我错了。你错了，柳如烟。如果你真的爱我，你自然会知道如何去爱的。你之所以不知道，就是说明你对我不够爱，或者说压根儿就不爱我。好了，这些也都无所谓了。如果没有这场报恩，我们根本就不会见面，我自己会有自己的路的。放手吧，柳如烟，我们回不去。陈凡，我给你跪下，我求你了，你不要对我这么狠心。柳如烟，我跟你说过了，我们真的不可能了，你起来吧。我不，只要你不答应，我绝对不会起来的。陈凡，我们之间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难道你都忘了吗？回忆可以弥补那些日日夜夜让我心痛吗？柳如烟，你醒醒吧，感情不是单方面的索取，它是需要2个人共同付出的，你知道吗？可是我爱你啊，陈凡，我爱你，我是全世界最爱你的人。你确定你是真的爱我吗？爱，很爱很爱。你爱的是一个无条件为你付出、迁就、忍让、牺牲的傻瓜。你爱的是一个愿意为你放弃梦想、永远围着你转、永远以你为中心的傀儡。你爱的是一个无论你几天几夜不回家，无论你多么任性，都可以迁就包容你，在你需要的时候我随时出现，在你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得消失的舔狗。一个即使心有多么的碎，也要微笑着跟你说一句没关系。一个在你眼里永远不够好，无论我再怎么努力，也得不到你肯定的奴隶。但是这些奴隶、傀儡、舔狗、傻子死了。真的，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柳如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卖，也没有回头路可走。我们回不去了，我们以后也不要再见面了。陈凡，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这5年来，你就真的一点都没有爱过我吗？这重要吗？重要，很重要。陈凡，如果你告诉我实话，以后我都不再纠缠你。爱过。陈凡，你真的爱过我？原来我的感受没有错。为什么我没有好好把握住你？为什么我没有好好珍惜你？陈凡，没有了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不如全路人，你疯了吗？陈凡，
你还紧张我，你心里还有我，对吗？柳如烟，就算是一条小猫小狗，在我的面前有生命危险，我也不会见死不救的。现在我对你只有厌恶，而且我还要劝你一句，以后千万不要在失恋的时候选择自杀了。对于一个不爱你的男人来说，你就算死10000遍，他也不会回心转意的。走吧，再不签合同就要错过期时了。陈凡，你让我失去了一切，我要你的命！苏妍，苏妍。如烟，如烟，这事重了，我马上带你去医院。走。陈凡，这1年多亏了你的教导，爸爸才放心把谢氏集团交给我。你不仅是我的好老公，还是我的人生导师。陈凡，我好爱你。这还这么多人呢。怕什么？我本来就是刁蛮任性的谢家大小姐，他们呀早就习惯了。喂，陈凡，妈，他去世了。姐，你能来参加妈的葬礼吗？走。自从我瘫痪，妈就开始接手公司，因为过于操劳。世界崎岖，繁华生死。伯母，一路走好。陈凡，能陪我走一段？去吧。走吧。陈凡，这好像是我们离婚之后第一次这么平静的出来散步。陈凡，你还记得这枚戒指吗？是你当初拼了命戴在我手上的。都过去了。陈凡，这1年里，我送给你的礼物你都收到了吗？你以前总说我不送你礼物，可这1年里，我把你1到80岁的礼物都补偿了，还有这5年婚姻里纪念日、新年、七夕、情人节，每一个节日礼物我都补偿了，每一个礼物都是我精心挑选的，每一个都是你喜欢的。那些东西我都卖了，所有的钱
我也都捐给了福利院。陈凡，我妈没了，我没有家，妈妈死了，妹妹进了监狱，我自己也瘫痪了。陈凡，如果这一切能够重来该多好，这样我就能够全心全意的爱你，保护你，我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不会孤独终老。刘如烟，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我们只能往前走。你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伯母也资助我念完了大学，我非常的感激你们。以后每个月我都会让人往你的银行卡里打钱，也算是以后留个保障。但是我们不要再见面了。陈凡，我们还算朋友吗？或许是吧。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是谁的憔悴洒满你的心。你不是说想看日落吗？今天我带你去爬绝月山吧。我爬遍了整个海城的山头，就那里最好。安全。陈凡，日落了。